嗨，我是君令。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5个超级厉害的书写规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的字体看起来就是特别舒服、特别协调？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书写的潜规则。今天我要公开5个可以直接运用、立即看到成效的书写规则，让你不用再盲目练习，可以快速的改善字体。今天这一集真的是干货满满，现在就赶快按赞、按热推、按分享、订阅这个频道，接着马上打开你的小铃铛哦。我会在这里持续分享书写的秘密，只有小铃铛才能帮助你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改善字体的机会哦。另外，留言栏处有免费字帖，欢迎下载。现在准备好你的笔跟纸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第一个规则是横画等距。字体中如果有很多笔的横画，那么横画跟横画之间距离要尽量相等。相等的空间分配会让字体的留白部分被平均切割，这样子可以产生整齐的视觉效果哦，笔画会像在排队一般，特别的好看。现在看到画面上的2个背，左侧的背横向笔画切割出来的空间大小不一，有大有小，因此看起来笔画就显得凌乱。那我们再看到右侧的背，右侧的横向笔画切割大致均等，产生的留白空间也都一致，因此右侧的背在视觉效果上就比左侧的背舒服很多哦。那么在实际书写时，我们可以这么做：外部线条书写完后，就要仔细估计一下内部横画摆放的位置。内部要放入2笔的横画，要区隔出3块的空间，因此在书写的时候就要有意识的计算每一笔笔画放置的地方。第一笔笔画下笔之后，第2笔笔画抓大致相等的距离，让切割出来的3块空间大小要尽量一致。接着下一笔横画书写完毕后，上方的3块空间大小会大致相等哦。横画等距这个观念超级重要，横画在字体里经常出现，这个小技巧赶快学起来，马上提升字体的美感哦。接着第2个必会的书写原则就是主笔拉长。一个字如果没有主笔，就像一幅没有焦点的画，完全没有办法吸引别人的目光。如果把字里的其中一笔拉长，那么字就会开始产生焦点，不再平淡无味。你看一下画面上有2个钟，其中一个钟没有主笔，所以它的字体看起来呆板平凡。另外一个钟拉长了主笔，马上字体就变漂亮了。像这样，我们把中字的主笔加以拉长，上下做延伸，那么马上就可以让字体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拉长主笔，这一笔就是字体吸睛的要素哦。现在我们就用画面上方的左字来教大家书写主笔。左字要拉长哪一个笔画当主笔比较好呢？那么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上方的横画拉长当主笔，它的状态会是这样。我们先书写横画，把它拉长，接着再写竖撇，接着这一笔横画要缩短些，这样子才能凸显上方横画，再写竖画，再写横画。这个左字书写的状态是这个样子。接着我们来试试看第2种方式。第2种方式是拉长竖撇当主笔，那么我们就会把横画给缩短，因为我们要拉长的是竖撇，因此我们把竖撇长长的拉长。接着我们再写一笔的横画。刚刚第1个原则是等距均间安排字体里的横画，因此
第一笔横画的空间距离就会是第二笔横画的空间距离。那我们的书画大概的长度就是这样。接着我们再写下一笔的横画。这两个左字来比较一下，哪一个左字在书写上的效果比较好呢？当然是右侧的左字哦。所以左字在书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拉长这一笔的竖撇，当做字体中的主笔。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写规则是左小往上写。当左边的笔画少、面积小时，就要往上摆放。我们用画面上的尾字来跟大家说明。你看左侧的口部笔画很少，因此口部就要往上摆放。那么往上摆放到底怎么抓位置呢？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条横线来做定义哦。把部件摆到横线的上方，像这个样子就叫做往上摆放。再举个例子，我们来书写马这个字吧。马这个字是一个口配一个马，口部的笔画很少，所以左小要往上摆。那我们把口部摆在上面，在这边下笔写口部。我们在写口部结构的时候，要抓住它的形状原则，口部结构要上大下小。接着我们再写横画，再写竖画。下面的横画要遵守原则一，做到横画等距。接着我们再下竖画咯。再接下来写一笔的横折钩，这笔横折钩我们要让它成为字里的主笔，因此横折钩我们会向右侧拉出，之后才弯回。接着我们再写4笔的点画，在这4笔的点画书写的时候，可以抓住一个书写的小诀窍，就是把点画的位置稍微往上摆放一点。原则3，左小往上写。原则4，右小往下放。这2个原则，大家可以在书写的时候多多利用，并且体会哦。第4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写原则是，横与撇捺要缩短。画面上是一笔的横画跟撇捺。当我们横画遇到撇捺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横画的长度稍微缩短一些，把这2个部分稍微截掉一点。让横画缩短的好处是，我们可以凸显撇捺的长度。所以在书写大字时，第一笔的横画下笔的长度就要留意，不要太长。接着我们要再下竖撇了，竖撇在书写的时候就可以往旁边长长的拉出，制造主笔的效果。这笔捺画就可以往旁边延伸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利用长度上的缩减去凸显撇捺主笔的存在。村字也是一样哦，当横画遇到撇捺的时候，横画的长度要加以缩短，所以上方横画的长度我们要稍微写短一些，这样子撇捺的存在才能被凸显。所以在书写村字时，第一笔横画的长度就格外的重要。第一笔横画是接下来所有笔画的依据，我们会看着第一笔横画的长度去架构接下来笔画的长度。接着我们要写竖撇咯，竖撇的部分要常常延伸。竖撇的书写秘诀是过了中段之后再往外撇出。接下来我们再写一笔的捺画，捺画一样长长的往外延伸。接着我们要写竖画，竖画在这个地方要写直哦。再下一笔的横折，空间上面的切割我们要尽量均间相等。接着再写一笔的横画，再写一笔的横画。在这里面我们一样运用了伸长主笔以及横画等距的概念，再加上横与撇捺要缩短的原则。运用这些原则下书写出来的村字就会既稳定又好看哦。第5个，
必学的书写原则是：撇捺语数要微笑。这是竖画，这是撇捺。当竖画和撇捺相遇的时候，竖要把它写长，撇捺要往外延伸撇出，在下方就会形成一道漂亮的微笑曲线。我们看上方的这个木，把竖画拉长之后，撇捺往外延伸，微笑曲线就自然出现了。应用这个原则，我们来书写未来的未这个字给大家看。首先，先下笔第一笔的横画哦。横域撇捺时要缩短，因此第一笔横画我们写短。第二笔的横画可以比上面第一笔的横画略长一些，像这样。接着我们要写竖画咯，竖域撇捺要伸展，因此我们将竖画上下做延伸，让它写长一些。接着我们要写撇捺了，撇捺的部分呢，我们长长的向外撇出，向外不是向下，因此向外撇出时，笔画的终点会比竖画的终点来得高。接着我们再写捺画，捺画的部分也一样向外侧长长拉出，捺画的终点一样会比竖画的终点来得高。像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在下方形成一个微笑曲线了。目前为止，我分享了哪些书写的原则给你呢？你还记得吗？跟我一起来回想一下哦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横画要等距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主笔要拉长。第三个还有印象吗？第三个是左小要往上写。第四个呢？第四个还记得吗？第四个是横域撇捺要写短，横画遇到撇捺的时候，记得要缩减长度哦。那第五个呢？第五个到底是什么？第五个是竖域撇捺要微笑，把竖画写长，撇捺的部分长度要稍微留意，让它停留在比较高处。那么就可以制造一个漂亮的微笑曲线哦。为了写好字，我真的花了好多的时间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也常常想要放弃。想改变字体的人，常常都会卡在同一个瓶颈，就是学不到方法，看不到进步，就会很容易心灰意冷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看影片，我猜你也跟当时的我一样，想要找到一个真正有用的方法，让写字这件事成为自己的加分项目。我把这些年累积的技巧、理解以及如何写好字的关键步骤，一个一个整理记录，拍成影片分享给大家。只希望你们能从我的频道中看得到方向，学得到方法。如果你有感受到我的用心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在留言栏处写下我喜欢你的分享。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回馈都会让我更有力量，把内容做得更好。但其实看一个影片，学一个观念，到处拼拼凑凑，东抓西找，碎片式的胡乱学习真的不够有效率。想写好字，最快的方式是直接进入系统性、结构性的课程哦。我把散落在影片里的技巧重新系统化，再加入最精华、没有公开过的写字核心概念，提炼成7大心法、4大结构、2大核心技术，整理成一套由浅入深，让你每一堂课都会得到突破与进步的15日美字养成班。这不只是课程，更是我想带着你一起走进美字世界的最短捷径。如果你真的想把字写好，那么就来15日美字养成班找知宁吧。连接在留言栏处，赶快去看看吧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